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什么？谢雪晨，我想跟你去看真正的人间，但可惜，过了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走啦，明天见啊。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，他今天好像有些不对。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继任大典开始。家父仙逝后，仙盟无首，苍生难安。经由五大门派一致决定，由玄天门法剑尊者出任盟主之位。法剑尊者，请。法剑与上任盟主谢道成乃故交，深知谢盟主心怀天下苍生，为维护仙盟稳固，殚精竭虑。此后，法剑定当尽心竭力，继续以天下苍生为重，维护仙盟之威望，稳固仙盟。晚辈代表永雪城，恭贺新任盟主。那就由晚辈为您开启筑塔封印，请随我来。
盟主只需将玉令安放其中，便可开启此法器，届时便可取得混沌珠。原本以为这座塔只是用来容纳混沌珠的，没想到这座塔本身就是一座法器。是。家父知道有人一直在觊觎混沌珠，是要让天下大乱。他为保混沌珠的安全，用尽毕生所学，将整座塔都化为了法器。师妹，快看，这就是混沌珠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漂亮啊！真不愧是上古神物。混沌珠已出珠塔，敌手在岸窥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等这便护送混沌珠回玄天门，入万年石窟保管，定不会有失。盟主莫急。南虚月。诸位莫要惊慌，此乃9天垂云阵，是南庄主专为今日研制的阵法。无论是暗族，还是仙魔内奸，都逃不出去。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我入万仙阵修补结界，却遭遇暗族提前设伏。家父法相至今于雍雪城闭关，却无声无息被杀身亡。镇明仙盟法相境的高层之中，有与暗族勾结的叛徒。现如今暗族入侵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其所在。必定是有人助其藏匿，对方要的是混沌珠。就算之前按兵不动，今日也必会在场。还请盟主和玄天门诸位念诵言咒，先助暗族。言咒？那我的魔气？不，谢雪晨是故意的。诱玩阳谋，引蛇出洞。若放在暗域，也是个姓臧的。谢城主言之有理，不过前几日玄天门弟子已用言咒大损，并未找到那暗族。如今再试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这就是我请诸位聚集于此的原因。这珠塔之中，有家父设下的对峙暗族之心旨。南庄主以珠塔为阵眼，开启9天垂云阵，可以将言咒的力量增强数倍。还请盟主念诵言咒。好。师爷，
娘。我们几人之中，法剑尊者的道心最为稳固，万万没想到，竟会遭到你这暗族入侵。道心稳固，仙盟修道，总以为修为高便道心稳，错了，都错了。法剑心中有除魔执念，可他年事已高，便更加担心死前难偿夙愿。他越急于求成，道心就越乱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 他挡不住魔了。你以为控制了法剑尊者，便可以夺取混沌珠？法剑可有500年的修为，在座的除了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只可惜昔日的第一剑修，如今灵力不足40%。等我除掉你们这帮蠢货，再带走混沌珠不迟。月辰。 莫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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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体内怎会突然魔气异动？一念，你没事？谢城主。 师兄入魔，我无力阻拦。几位掌门应该可以对付师兄。谢城主，你灵力尚未恢复，还是先在珠塔内躲一躲吧。今日生死难料，打混沌珠绝对不能落入暗族之手。我先带混沌珠回玄天门，玄天门的万年石窟能阻隔邪祟，定能护混沌珠周全。 尊者是觉得此战仙盟必败，才会说出如此漏洞百出的话吗？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是法剑尊者发现了暗族，让玄星率弟子以炎咒满城搜索，证明他那时并未入魔。以法剑尊者的修为，赤影想要成功附身。 绝非一时半刻可以成功，那么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：当日有修为高深之人，自愿让赤影藏身，且在之后协助赤影。如今看来，就只有一念尊者你了。谢城主灵力尚未恢复，被你猜到，倒也无妨。你早就怀疑我了，并非如此。 是今日赤影的暴露，才让我联系剑后，有所推断。你猜的不错。前夜我与师兄论道，他发现了我的异常，但我早有准备，以法阵束缚住了他，让赤影偷袭，一点点控制师兄的心魔，整整1夜，方才成功附身。所以。 当日也是你开启双向法阵，放赤影入雍雪城的。是的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为何要杀他？你该知道，他即便是死，也不可能交出雍雪城玉灵的。但他死了，盟主之位才会空出来。 盟主之位，仅仅是因为盟主是我想让师兄当盟主。法剑尊者不愿意当，你就让赤影附身于他，待他答应。师兄若清醒，他绝不会答应做这个盟主。我只有用这个办法。谢城主当是明白人，今日仙盟已败，混沌珠亦在我手，不如打开结界。 还能换得一命。
尊者是觉得我去死？不惧死，又何必与我说这么多？自然是为了让你多说一些。今日我既设下此局，又岂会用真的混沌珠？方才取混沌珠时，我提前准备了一道奇果。高修氏出身于明月山庄，是前任仙盟盟主高凤许之女，天资艺术不凡。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人提议，让明月山庄和雍雪城结为姻亲。这本是句玩笑话，可说的多了，听着倒也像是真的了。10年前，桑岐大军夜袭明月山庄，雪晨恰巧在，是他救下了高修氏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，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。唉，这都10年了，还没走到一起呢。当年一役，明月山庄惨遭灭门，只有高修氏一个幸存者。镜花宫公主素宁真是高修氏母亲的同胞姐妹，便将其收为弟子，倾囊相授。可也管教甚严，所以，是忙着修道，没工夫谈情说爱了。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这些年，我旁观所见，觉得他们2人的关系并不像传闻般友好亲近。所以，战影一开口就关心谢雪晨，反而不对。反正我是从未听过高修氏唤雪晨谢少宗主。不过，10年前，谢雪晨应该还未入法相境吧？他是如何在桑岐大军的屠杀下活命，还能救人的？穆姑娘好奇这个？传奇故事嘛，总是令人想要多了解了解。那我便不知道了。很多事，当事人不说，旁人自是无法知晓。我只知道，在那之后，他便上了问雪崖闭关，直到7年后，他在问雪崖顶一剑惊天地，入了法相巅峰，才下的山。连你也不知道。南公子，你捡的？是谢雪晨，他回去找过我。在下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，想向姑娘讨教。但说无妨。你接近雪晨，究竟是何目的啊？自然是因为我喜欢他。哦，你不在意高修氏了？谢雪晨又不喜欢他？看来姑娘很有信心让雪晨喜欢你。如果为难的话，他也可以不用喜欢我。他愿意守着苍生，我守着他便好了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我先走了。这便是不求同等回报的付出吗？你死了？好像还没有。你没死，那是谢雪晨死了，还是穆玄灵死了？好像他俩也还没死。
那你出去一趟干嘛了？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去晒太阳了？没死也好，先把你的投影照回来。找不回来。照不回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只感觉他现在在一个很空旷、很安静的地方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说错了什么？你说错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说我说错了什么？他又说错什么了？不知道。这谁练的破丹？这次好像不是丹的问题，是真不知道。2天死了2个投影，不光什么事都没办成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尊上要是知道了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？你的投影呢？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呀？快了！我说错了什么呢？我赠你万人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铸下大错。你不配再执此剑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不代表没有发生。我曾无数次告诫过你不能有情，你以为是我在逼你，总有不服。而如今之事就摆在眼前，你若真能断情绝爱，摒除一切贪嗔痴念，又怎会被暗族有机可乘，上得你身？现如今，你的手上、剑上染了同盟的血，你的道心还如何能坚不可摧？力量越强，一旦误入歧途，则为祸越甚。如今此事秘而不宣，你就在此死给我降服自心，好自为之。希望我不会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。不顾道心，永不下山。谢雪晨，你醒了。这里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被暗族附身，来到了云秀山庄。附身？我只记得我在回镜花宫的路上遇袭了，然后就在这儿了。我有做些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已经解决了。哦，这些暗族真是可恨，只会趁人不备偷袭。下次我见到一个我就杀一个。原来被暗族附身是这样的感觉，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得从别人的口中得知。我没有做什么出差错的事情吧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师妹崔婉婉她……你放心吧，南庄主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多谢。你好好休息。谢雪晨，是我师父派我过来找你的，我也不好推辞。那你现在没事儿，我也好回去交差了。我知道。
多谢。好酸啊！大好的夜色，干嘛这么伤感？我刚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吧。不去疗伤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罢了。战影那家伙，打人确实比玉影疼多了。方才看你的样子，是灵力开始恢复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好不好？你别着急拒绝我嘛，反正还有时间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就看在我今天帮你的份上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回去找过我？你是因为什么回去的？因为什么都好，反正你回去过，那就行了。谢雪晨，我宣布，我们和好了。困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你也别看什么月亮了，越看心情越不好。不如吃个果子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做个好梦啊。同酸共苦嘛。姐姐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而且刚才那个可怕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啦，因为它被关起来啦。姐姐，你再出去一趟，变得那么开心呢？有吗？嘿嘿嘿。发生何事了？是凤瑶发出的信号，地点在净华城。难道是净华宫出事了？焰火的颜色不同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。紫红色是滴血。难道是暗族？这是一种可能，但还有其他的可能。仙盟内奸。内奸？与其猜来猜去，还不如亲自去看看。请问一下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她是我表妹，灵儿。远房的。是啊，兄长。表妹好。总之事不宜迟，一炷香之后，我们出发净华城吧。哎，我也去。你兄长都去了，我不去怎么放心得下呢？你在这儿等着便是。
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反正我自己有办法去。那还是一起吧，先各自回去收拾一下。一炷香之后见。嗯。啊，一会儿见。谢雪晨。不得不提醒一句啊，高秋明在驿站见过我们，也见过你的君天剑，你还是藏好一些，不然被他认出来，我又得跟他打一架。我是无所谓，但他就惨喽。有了灵力，我自然能藏剑。反而是你非要跟着我，我拦不住你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别惹事。不惹事。镜花宫公主素宁真，是全仙盟中最痛恨灵族的人，不想死，自己藏好些。若是真惹了什么事，我可不会帮你，生死自负。公主，抓到了吗？并未抓到，还在加紧搜索。宫中戒备森严，那个灵族是怎么潜入宫中，盗走掌门谕令，还能逃之夭夭的？我早说过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早该杀尽那些灵族。城中已经戒严。那个灵族又受了伤，插翅难飞。公主稍安勿躁，夺回掌门谕令不过是早晚之事。师傅，在西长老，我回来了。秋明，昨夜玉秀山庄的修士送你师妹回来，说你途中遇袭，还受了伤。师傅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已无大碍了。我是收到那个什么焰火传讯，说有敌袭，我们就立刻赶了回来。我们？我谢雪晨、南虚月，还有那个南虚月的表妹，我们一起回的镜花城。那他们人呢？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守卫可太森严了，只让我们进，不让我们出。我一番盘问之下才知道，掌门谕令被盗了，说久久未抓到那个盗贼，我们就另起了一个计划。让！过这都闪开！随便铲一下啊！闪开！这边，来，跟我们啊！别，是不是？多谢兄长的灵墨符文，助我躲过剑灵司的搜查。这次阿宝怎么没吵着和你来啊？吵了，但我跟他说这里有高秋明，还有剑灵司，他立马就不想来了，说留在运秀山庄等我们，还祝我一路顺风呢。你的灵力恢复几成啦？不足2成。不足2成？那你还提议不靠净化宫的人手，我们自己行动？净化宫在明面上行事张扬，不容易发现什么。我们在暗处低调查探，或许能查出些什么。况且，查潜藏者，未必需要多少武力。雾媚谕令开朱塔，净化宫谕令失窃。哼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既如此，便让他们去查。不过，他们若是有任何的行动，你都需及时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师傅。对了，谢雪晨之所以失踪多日，是被桑奇设伏抓入了荣渊。桑奇是冲着混沌珠来的。桑奇？
当年未能将他赶尽杀绝，这个卑劣的灵族，当年为了夺珠屠尽了明月山庄，只剩下你孤零零一个人，如今又想卷土重来。秋明，你要恨他，终有一日你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！手，公主，师父一时太过激动，是师父不好。带秋明回去上药。走吧。长大了，看着倒越来越像姐姐了。可惜半点长进没有。姐姐当年何曾这么上不了台面，居然叫人伤成这样。所幸伤口不深，过1、2日便可痊愈了。多谢在齐长老。少公主一路奔波，好好休息。好痛。进来吧。师姐，是我，不用张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！你信不信？婉婉，你这手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手骨裂了，不过已经上药了，1个月之后便可恢复。师姐不用担心。好，那你坐，我给你倒茶喝。坐。请喝茶。谢谢师姐。这次啊，幸得运秀山庄的风瑶相救，将我送了回来。我一夜没睡，就担心师姐出什么事呢。不过看到你现在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师姐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可还好？那个暗族竟敢附我的身，要是被我逮到，我暗族附身？你小点声，嘘！这么丢脸的事，你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是吗？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不用管怎么回事，总之这次让别人看了笑话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要是再被我遇到，我一定会一雪前耻的。我听说，是谢少城主送师姐回来的。不是，是南虚月和他一起，还有南虚月那个表妹一起。师姐，干嘛那么着急撇清？这谢少城主人中龙凤，又与你有渊源，你当真就一点儿都不喜欢吗？别人瞎猜，你也跟着瞎起哄是不是？崔婉婉，好。谢雪晨这个人吧，倒是还挺不错的。小的时候呢，又救过我，我当然是很真心的感谢他呀。但是外面老有人说什么我一心只倾慕于他，只喜欢他，非他不嫁。而且我最讨厌那些人说什么美女配英雄，美女配英雄的。但说实话，我的确是很美。师姐本来就是最美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天生9窍，这比他少1窍的。以后我一定会一人一剑，立于人族之巅。可是，师姐，虽然我不想打击你，但这一人一剑，你人是在这儿，但那剑不已经丢了吗？
我早就想换了它了，早就想换的。哦跟我来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春生剑，这才是我以后的佩剑。若是再遇到那个魔修，我必将他斩于剑下。其实，你之所以选择不先入净化宫，也是在防着肃宁真吧？仙盟5派高阶，皆有内奸嫌疑，暂未能排除肃宁真监守自盗的可能。我需要先看清楚。我说你们2个，每走一步都要算3步，累不累啊？公子，地图寻来了。干嘛？你不觉得你应该回避一下吗？可是就算我回避了，我也会忍不住偷听。就算你们防止了我偷听，我也会忍不住跟着你们。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干嘛这么麻烦？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啊。人与灵相处，还是要多点信任才好啊。南公子，你可有什么令人放心的法宝吗？有。定要如此吗？总得让某些人放心才是。有道理。这2只手环呢，可以互相感应，它可以操控它。如果木姑娘戴上它，在调皮捣乱作恶的时候，雪晨戴上这一只，只要催动它，你就会变得痛不欲生，无法动弹。至于吗？我并无意要控制你，要不然的话你就……和锁灵环倒是有点像，但比锁灵环好看多了。我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不会随意折磨我的。谢雪晨，这下我的命可在你手里了。现在我能看了吗？能，请。那个盗玉令的灵族受伤了是吗？是，听闻那灵族修为不低，是被肃宁真亲手所伤。肃宁真主修水系术法，伤害会像波纹一样层层叠加。若那灵族短期之内不能找到火系药物，伤势只会越来越重。这城中的药铺就那么几家，那个灵族应该不会蠢到自投罗网吧？昨夜肃公主除了立刻封城，也派人守住了所有的药铺。若是那灵族去了，想必早已被抓。可直到现在，也都还没有任何消息。火系药物未必只有药铺才有。哎呀，2位客官好啊，欢迎光临！哎呀呀呀，2位生得好相貌啊，一看就是那大富大贵之人。不过看着面生得很，想必是第1次来到我们地暖阁吧？哎，这可是镜花城唯一一家温泉馆，我们的用水全部取自纯天然地下温泉，有排毒养颜、驱寒健身之功效。嘿嘿嘿，今日还有优惠，若是2位一同沐浴的话，其中1位是免单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现在我就给你们安排上？我们不是来消费的啊，我们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原来您2位不是来洗澡的。哎呦，那实在是抱歉了。近期呢，小店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。既然您2位不消费，就不用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了。2位，门就在那边，请自便。哎呦，这现在可以有这个需求了吗？
这么说来呢，甚是有需求啊！不知二位需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呀？啊？您慢走啊！哎，再来。都说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可我们谢少宗主怎么穿什么都这么俊呀？拿着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现在是搓澡小谢，对顾客这么冷淡，小心被扣钱。来都来了，像这种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人家都是花钱来买享受的，可不会像我这样惯着你。你这心态是得转转了，要不要我教你怎么伺候人啊？我怀疑你是故意的。我又没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但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？你最好给我查出些什么。一会儿见，小谢。舒服。是吧？会跳这个。他既出不了城，又买不了药，眼下也只能用火系温泉缓解素公主造成的灵力伤害。所以，很有可能就在这里。昨夜素公主与那灵族对战，伤其左后肩，臂还留有痕迹。但据素公主说，昨夜太黑，没看清那灵族是男是女。昨夜没看清，今日查查不就知道了？再来点水。好嘞，来了。哎，说你呢，过来。人呢？等半天了，赶紧的！就你呀，少不拉几的，快点！哎，哎呀，哎，你往哪儿刷呀？哎呀，你这给我按一按吧。哎呀，你瞅着人高马大的，手上没劲儿啊，用力！哎呦，这还差不多，哎呦，哎呀，小伙子，出来做事儿啊，你可不能偷懒儿啊！哎，杀人呢你！再来！肩膀再按一下，哪不舒服您再跟我说啊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！妹子，别看你人瘦瘦小小的，没想到力道这么大。下次我来了还点你。哎呀，姐姐下次再点我哟。放心，下次来了一定还点你。姑娘需不需要？不用。姑娘真的不想试一试吗？我手艺很不错的。我说不用。伺候的不好，东家可是会扣我工钱的。反正又不多收姑娘的钱，何不试试呢？你想做什么？乔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小婢能做什么呀？只不过，既然遇上了，也算有缘。那我便替人问问，
你的东家是谁？盗来的货又在哪里？怎么一上来就动手？不打算聊聊吗？如果你肯交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这事啊，真好，是吧？不错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来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一定要找机会把玉令带出去。我的伤怕是好不了了，你一定要帮阁主完成大业。这不仅仅是阁主的心愿，更是我们整个灵族的希望。你先撤。你想怎么样？是要把我召到镜花宫，还是剑灵寺？是威逼利诱，还是严刑拷打？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玉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，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
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灵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混沌珠不能出事。怎么回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。我来指示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好了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木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渠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是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那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不是。不是。打扫前庭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你管他师姐可以证明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。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
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啦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凝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呢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凝真。不只是素凝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敬魔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！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，颇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谕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凝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素凝真几句。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素凝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素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，
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，也没有发现玉令。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那间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，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蜂鸟所说，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那蛇灵，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秀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她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呀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
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镜花宫盗玉令！灵族，公主，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灵族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净化宫崔婉婉姑娘。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净华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人死，计划一起，大业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灵。你们别再怀疑她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父那儿瞎说。师父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。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风瑶留下了他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宿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。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了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
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现金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过的2个侯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侯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，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们布下了竹林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师姐，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，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修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化宫这么多世界师妹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，
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翠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俊明，你真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还有那个素宁真，她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婉婉。